Hello， 大家好，我是卷，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播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广播节目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你在谈恋爱或者是进入一段关系之前呢，你必须要先能够思考的3件事情。为什么今天突然想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原因是因为呢，其实在我个人咨询还有辅导学生的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大概有60%到70%的人的问题会围绕在有关于感情生活这一块。那从我们小时候呢，居住在原生的家庭，那可能进入到社会，拥有自己的生活圈，接下来呢也有机会可能会进入到家庭，甚至是你没有要结婚，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个固定的伴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感情生活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也包含有可能是你人生下半辈子很大的一个时间上面的一个占据。所以今天呢，特别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进入感情之前你要先思考的3件事。不管你今天是单身还是有对象的人，或者是准备要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的人呢，你都非常适合听这一集哦。第一点呢，要请大家先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只去衡量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是你要先能够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很多人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呢，都会来问我一件事情，就说Jane，你觉得我跟这个人适不适合？你觉得我们会不会有未来？通常会这样子问的人呢，你会把很多的重心或你的专注能力或观察能力呢放在对方身上。你应该要先反过来先去思考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然呢，很多时候呢，我看到一些人有一些状况，就是他们会想办法把自己塞进去这一段关系里面，他们没有办法以一个很客观理性的这种状况，站在外围去看这一段关系或这一个对象到底是不是符合我未来的理想，或者是我未来的生活规划。很多人花时间去看清对方，却完全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自己，所以相对来说，你就会不知道，也不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关系，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感情模式是什么。所以即使呢，你遇到了一个可能条件再好，对你也很好，也很爱你的人，你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去接住这个机会，或者是怎么样去接受爱，或者是去给予爱。举例来说呢，很多人特别是女生他们经常会说，我感觉这个人好像没有给我安全感，或者是呢，他觉得好像在感情当中，对方好像没有很重视这一段关系。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某些层面可能还没有到有一个很深刻的自我认知，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很需要安全感的人，但我偏偏可能被一些坏坏的人或者是比较自由作风的人吸引，那这个时候只要对方一旦回应比较冷淡啦，或者是最近邀约你的次数比较少你就很容易情绪会受到波动。因为你可能很想要保住这一段关系，所以你会没有办法诚实的去表达你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去提出你自己对这段感情的要求。我不觉得这个感情关系当中的问题一定是对方不够好，或者是对方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不够了解自己，所以我们相对来说没有办法清楚的去定义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换句话说呢，你越是清楚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在感情当中呢就越不容易迷失你自己的方向。这会让你在这段感情，如果有一天它可能无疾而终，或者是没有按照你预期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结果的接受度会变得比较高，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的打击也相对会比较小。那当然，我们在一段感情它没有办法一个圆满的方式做一个结局的时候，我们的心理跟情绪当然多多少少我觉得都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只是你相对来说，你可以用一种很客观抽离的状态去知道说，我可能需要疗伤，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自己的失去或失落感。你也能够对这个对象或者是对这一段关系不那么的执着，也比较容易放下，或者是能够放手。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不管是在谈恋爱的开始或谈恋爱的最后，都是能够让我们在感情当中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个结果。那当然我知道感情不可能永远是理性的。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在你进入一段感情，你越清楚知道自己这状态是什么，你就越懂得，也越有能力能够去处理所有在感情当中发生的一些状况。第二个，我觉得大家一定在进入一段关系或者是你现在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一定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理所当然的事情把它作为一个条件。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讲我经常在咨询一些个案的时候，或者是听到一些学员他们会讲我觉得呢我找的这个对象呢就是我希望他可以懂我他要能够对我好，然后我们两个可以聊得来你要去想这个什么对我好，他要懂我们能够聊得来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基本互动，它不是一个恋爱的条件。你跟你的朋友也应该要互相理解，他应该有对你好，也要跟你聊得来才跟你当朋友吧。所以很多人呢会
会常常基于这些基本应该要有的门槛或条件呢，认为这个人我不应该离开，这一段关系不应该结束。很多人会把这个懂你啦、体贴啦、愿意付出啦，把它当成是一个很稀有的特质，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基本的尊重，这不是一个特质。所以如果当你误会了，你把一些正常应该有的对待把它看成是他对你是一个特别的对待的话，你真的会在错误的人身上花费太多的力气。所以呢，很多人会误会，就是说这个人今天好像多关心我一句，这个人今天好像私底下传了一个讯息给我，或者是他刚好顺路想要接送你上下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呢对你不太一样，他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其他的意图？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真的有很多事情是基于礼貌。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这一点，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恋爱脑，而是说有一些人他在情感当中或在感情当中有一些创伤，或有一些还没有去处理好的问题，他们经常会基于别人对他好，他就陷入到这个状况里面。大家不要只是基于这种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跟对待呢，你就给予了你全部的信任，或者是你就觉得你爱上了这一个人。有些时候你并不是真正爱上这个人，有些时候你是爱上这个人如何对待你。这两点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大家要能够去区分一下。因为真正值得你投入的人，不是对你好的人，而是让你能够越来越靠近你自己，也就是让你越来越做真实自己的那个人。很多人呢，衡量这段关系值不值得下去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在看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做什么，这个人说了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值，但它并不是全部。第三点，我觉得也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把它放在压轴，就是呢，很多人在谈恋爱或要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们当下很适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两个最起码要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能够聊得来，互相尊重对方，互相体谅对方，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基本的门槛。不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只看当下适合的地方，你们也要能够去观察你们两个人彼此对于未来想要走的这个方向。因为很多时候很适合并不代表一定会走到最后，那当然走到最后这件事情，老天爷也没有办法跟你做一个100%的保证。但是呢，很多感情我在观察他们之所以为什么会来咨询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他们可能不是不爱对方了，也可能不是不喜欢对方了，而是说两个人原本想要走的这条路线根本就完全不一样。只是有些人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在前期呢，大家都是你知道吗，正上头嘛，打得很火热嘛，所以我们就会忘记思考应该要去聊一些我认为是一些很现实层面也好，或者是一些该聊的一些基本盘的一些这些状况也好，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在谈恋爱要准备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要先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当你谈到一些什么人生规划啦，什么生活节奏模式啦，未来的生活理想状态等等之类的，你就会发现呢，我可能想要稳定，但这个人可能很想要冒险 ，OK， 或者是你想要认真经营一段这个关系，你想要推动到下一步，你可能有比如说结婚生小孩的计划，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是想要维持这个感情状况的现状，他可能不一定想要结婚，不一定想要生小孩，所以呢，合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盘。但是呢，当你拥有人生的方向一致，这才是你们能够长期稳定、持续不断共同成长跟向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所以呢，聊得来、频率相近，我觉得很 OK。但是呢，走得远，你们必须要能够人生的方向是一致的，或者是最起码你们要很类似。这个是我经常在看一些在感情当中呢，我也有跟那种70、80岁的这种老夫妻到现在感情都很好的，我也有跟他们聊过天我就有问他们说，你们现在感情这么好的这个秘诀就是在一起40、50年这个小秘密，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通常呢，他们当然都会讲一些我们大家在谈恋爱当中应该要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互相包容啦，接受对方的不一样啦，或者是支持彼此，这些有点像是在两个人是伙伴的过程当中呢，本来就应该要去做到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他们都有共同讲出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对于人生的未来的规划跟方向，他们虽然可能有些时候会有冲突，但是他们会去做一个滚动性的这个调整，去核对彼此到底对于人生的这个方向还一不一致。这就是他们这些已经走到老夫老妻70、80岁的人能够一直稳定的往前走的一个关键。这一点呢是蛮值得借鉴跟参考的，毕竟我们有问过真的人嘛。这些老夫老妻呢也会跟我分享夫妻的一些相处之道。今天讲的这3点呢，不管你是在关系当中的哪一个状态，其实都很重要，也很值得你去思考跟参考一下。最后
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讲哈，其实有很多人来到我这边咨询哈，说实在我也都蛮心疼他们的。他们爱得很辛苦哈，不是说他们真的眼光不好选错人，而是说他一开始就没有看清楚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想要去哪里，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人生目标跟理想还有规划。在谈恋爱或者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不需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你自己要成为那个清楚方向的人。因为当你自己知道你在感情当中你想要什么，你想要走到哪里去，你想要怎么样去经营的话，你自然而然呢，你就会看得很清楚谁愿意在这一条路上跟你同行，愿意跟你一起前进。结果到最后，你自己反而可以去筛选到更适合你的人。他可能不是条件最好的，但他一定是可以在这一路上跟你共同前进的。身边一些蛮幸福到现在都一直经营得很好一些婚姻关系的朋友们，他们说呢，人生当中呢，在感情当中没有人不争吵的，然后也没有人说我永远都很爱我老公，或我永远都很爱着我的老婆。大家也是都是会有互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想到说在这一条船上哈，我们现在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嘛，但他们说呢，有些时候虽然这个船员偶尔会偷懒，但是当大风大浪来的时候，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行动感还有他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起乘风破浪。在这条航线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都会经历一些跌宕起伏，但是呢，我今天为什么会想分享这3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如果你要进入到感情的关系状况当中，真的要认真好好思考一点，好吗 ？OK 哈，好了，那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广播节目。自我认知跟思维改写呢，其实说实在的哈，在我辅导的个案过程当中呢，也是我经常来用他们帮助我这些个案能够去转变他们在感情当中的一些想法，让他们能够去找到更适合的对象，经营更好的感情模式。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呢，想要一起呢来学习更多的这些小撇步的话呢，欢迎你可以来加入到我的社群，里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感情上面的经营，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经营的一些小撇步咯。我也会把这个入群连结放在我们的广播下方的资讯栏，欢迎你的加入。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下一集我们就再来聊聊其他的主题，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